这堂课呢，在 Berkeley 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门神课吧。你在学它的时候呢，真的会觉得你像是生活在地狱。那你学完了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 “Hello， 升天得道成仙”的感觉。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呢，要来跟大家回顾我当初转职软体工程师的心路历程。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呢，我从高中以来就是文组，大学念的是政治系，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理工背景的文科学生。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转职软体工程师，而不知道怎么踏出第一步的话呢，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对你有帮助。那当然有可能你看完影片就会发现，当软体工程师好像不太适合我，那么也就恭喜你可以保住为了 debug 而流失的头发。那今天的影片呢也是毫不保留，我特别找到了当年我学习程式的所有资料，然后还有包括了超级恐怖的程式码要来分享给大家。那说到要学习程式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选择自学，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程式语言？都不是哦。学习程式的第一步呢是要打开电脑。我自己觉得呢，学习程式的第一步呢是要做好心理建设。这点呢，对于文组的学生来讲，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呢，学程式和你以往学习文科的所有概念，我觉得是相差非常多的。我觉得学程式的第一个大忌就是你会尝试想要把程式码用背的方式学起来。这个呢，就可以说上是一个根本的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呢，程式和你的文科的笔记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呢，有可能你少了一行或多了一行，对你的申论文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对于程式码而言，哪怕是少了那么一个逗号或是分号，你的程式码可能就是完完全全的跑不动了。第二个觉悟呢，就是呢，学程式呢绝对不是一个晚上暴风式学习就可以学习起来的东西。想到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为了读一些政治相关的科目，常常就是在期末考的前3天抱着共笔，就是读它个3天3夜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心态拿来学程式呢，这其实就是一个自杀式的行为。因为呢，学程式呢真的不是这种一个晚上就可以造成的东西，相信我，姐姐是有经验过的。那第3点呢，学程式呢其实是非常需要经得起磨练的耐心，还有呢，其实还要非常的仔细。因为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呢，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的疏忽晃神，那你可能需要用来 debug 的时间呢，会比你要拿来写程式的时间呢还要多上好几倍。那如果 debug 的时候呢，真的解不出来，那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先去看一集韩剧，让我们从韩国欧巴的身上呢取得安慰之后呢，就可以支持你继续下去写程式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来感谢这集影片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追剧的时候呢，如果遇到所在的地区没有那个影集或是电视剧的话，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如果有 Surfshark VPN， 你就可以切换 IP 到那个地区，可以解锁你想要看的影集还有电影。像是我之前呢非常着迷的一个狗血韩剧 Penthouse， 它其实在美国的 Netflix 呢并没有这个影集，只要你用 Surfshark VPN 呢切换到澳洲地区就可以了。而且呢，一个账号呢还不限多个装置，只要你有了 Surfshark VPN 的全家人都可以使用，这是不是非常的心动呢？而且现在只要点击我的专属连结，使用优惠码 Alice Yang 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还可以有5个月的免费试用哦。而且 Surfshark VPN 呢还提供30天的不满意退费，就可以和我一样轻松无阻碍的追剧啦。那如果呢你有了以上觉悟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回顾我学程式的心路历程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那一段真的是有血有泪，而且是充满了无止境劳累的日子。我想，青春的胶原蛋白应该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流失的吧。要说到我真正第一门入门的程式课呢，就是 Berkeley 的 CS61B Data Structure 这堂课。这堂课呢，在 Berkeley 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门神课吧。这门课神的点呢，在于就是你在学它的时候呢，真的会觉得你像是生活在地狱。但是你学完了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 Hello， 升天得道成仙的感觉。一向习惯文组课的我呢，第一次接触到这门课的时候呢，给了我不少的震撼。
第一个呢，就是这堂课呢，它从来不点名，要来不来随便你。第二个呢，这堂课呢，每个礼拜要上3个小时，它一次就只有1个小时的课，而且还不包括了每个礼拜都有的 lab， 还有 discussion section。第三个呢，就是这堂课呢，真的是有非常多数不清的作业 lab， 然后呢，还有期中考、期末考，还有呢，3到4个大型的 project 要完成。我现在呢都非常清楚记得老师的名字呢叫做 Paul， 跟我爸一样。然后呢，第一次上他的课呢，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老师虽然是美国人，讲的话呢每一句都是英文，但是呢他每个字连接起来呢，我真的是完全不懂他在讲什么。当老师第一次呢向我们展示了大家学程式呢必经的那行万恶 Hello World 程式码呢，我的内心呢除了满满的黑人问号，大概就是也是黑人问号吧。然后呢，我还找到了当时的讲义，让我们来看一下后教授到底是如何解释这段程式码的。这一段呢，就是 public static void main。当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呢，才奋力了解这几个不同单字它代表意义的时候呢，也短暂沉醉在自己可以 system 打 out 打 print 出各样程式码的时候呢，我的下一个挑战马上就来了，就是正式进入 terminal 的世界。那这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真的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是超帅，帅爆了的时候，就是你就很像真的会觉得自己是电影里的骇客，然后呢，就是不停的尝试你各种学到的指令啊，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啦。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第一次从 terminal 要安装各种不同 package 的时候，你的那个 terminal 不停的跳出各种指令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超帅的？总之呢，当我还沉醉在自己像是骇客一样的同时呢，课程其实还处在第1个礼拜。殊不知，接下来迎接我的呢，却是无数的挑战。第2个礼拜呢，我敢说一般的课程应该都还处在蜜月期，但是呢，第2个礼拜呢，我就正式迎来我的第1个城市的大型 project， 就是要做一个2048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就是它会提供一个基本的 UI， 那我要完成呢，就是要让这些方块呢动来动去，就是我要如何让这些方块移动的演算法。然后还有判断输赢的逻辑。那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呢，光是要下载这一堆程式码，然后去研究这些不同 class 代表语的意思呢，就早就已经让我就是濒临崩溃边缘，根本不要想说怎么让方块去移动了。我那时候连怎么样去再让这个程式码跑起来我都不知道。那一开始的挫折真的是很难以形容，就是你面对乌漆抹黑的荧幕，然后这些程式码，可是你完完全全不知道下手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挫败，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究竟学程式到底适不适合我呢？那在呢自我怀疑了好几天之后呢，在这期间呢，我还是非常尽力的把其他的 lab 还有作业都完成了。因为这些东西呢，你一旦不完成，你只要有一点疏忽，你真的就会再也跟不上。那我在那期间呢，也去了discussion session， 因为 Berkeley 的 CS61B 呢是大1学生的必修课，所以呢，我真的是老阿姨跟年轻人一起上课，每天都跟一堆18、19岁的人就是一起讨论。然后呢，这堂课的助教呢，虽然说他们是助教，但其实也都是一些大2、大3的学生。就这些人呢，说实话，真的是很像电影里面演的那些电脑神童。因为我们常常会在lab session 待上好几个小时，但那些人往往都是坐下来，然后打2、3行字，我感觉他们都已经把作业完成了。那在我真的是非常绝望，真的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放弃的时候呢，我觉得是遇到了我在 CS 学习路上的贵人。那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从别的学校转过来 Berkeley 的学生，我想他那时候应该看到我就是非常的无助，所以呢，他就问我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就是写作业？那也是那时候呢，在我 CS 孤独一匹狼的学习路上呢，我就找到了一个跟我一起学习的伙伴。所以那一整个学期呢，我们2个可以说是每天都是一起学习、一起读书，然后一起在图书馆占位置，一起担心会不会当。那虽然呢，我们2个彼此的学习程式经历呢，绝对称不上是顶尖，但是因为有了那位朋友的陪伴呢，也让我能够咬牙撑着过完那个学期。今天呢，特别，我现在呢就要来跟大家展示一下我当初的2048游戏。现在就来玩一下。哇！真的要玩2048，不知道要多久。
2048呢，这个游戏呢，其实只是这堂课的冰山一角。这堂课呢，为什么说它神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学期教完了所有在学习程式呢会需要知道的所有资料结构，还有呢基础的演算法，包括了一些排序啊、搜寻等等。那因为拍这支影片呢，我也再度重新的 review 了一下我当初所学习过做出来的东西。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所以我那堂课到底拿了就是高分了吗？答案是当然没有。不过我觉得呢，我从这堂课呢学习到的东西呢，远比我在课堂上拿到高分学习的还要多。因为这堂课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算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堂课吧。因为撑完这堂课，让我觉得我可以在之后的学习程式路上呢走得更坚定。我觉得呢，就是只要我完成这堂课呢，接下来的课对我来讲，我只要用一样的心态呢，我都可以顺利的完成。所以也是学习完这堂 60-1B 之后呢，我也在陆陆续续学习了，就是包括了资料库啊、演算法啊、系统设计的相关课程。那除了影片一开始提到的心态调整，我觉得另外还有2点是对于你想要转职或是开始学习程式非常重要的2个心态。第一个呢，就是 learn it the hard way。因为我觉得开始自学程式，一般人可能会开始学习架出一个自己的网站，从一些 HTML 啊、CSS、JavaScript 这些东西开始。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不只是想要做出自己的程式专案，而是对于软体工程师这个职位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你非常需要补足的就是这些本科系人才懂的知识。因为在很现实的就是呢，如果你想要面试软体工程师相关的职位的话呢，会在面试时候考你的呢，一定逃脱不了资料结构还有演算法这2个相关的知识。而且如果你能对这2个知识非常熟练的话，也能往往反映你能得到的薪水有多少。第二个呢，就是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的道理。因为呢，学习程式呢，它真的不是一个追求一个标准答案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呢，你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和你的朋友或是同个讨论社群里面的人一起互相讨论。因为我觉得透过讨论了，你才会真的了解到说，你对于这个概念到底是不是真的熟悉，而且去透过跟别人讨论，然后呢，也可以增加自己程式码的，例如说可读性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效率方面的。那我觉得其实呢，这个讨论呢跟合作，我在现在的工作上呢也非常可以体验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做软体工程师这个工作呢，其实真的不是要去和同事之间斗个你死我活。我觉得在工作上的讨论呢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完成一个科技产品呢，往往不是靠你一个人写出一个 code 就可以完成，那其实是需要靠很多跨团队的合作还有努力才能够完成的。那看到这里呢，你是不是也想要赶快开始学程式呢？那就欢迎报名我的课程哈佛姐的24小时程式魔法训练班。只要上完课24小时之后呢，你就可以马上拥有5个 offer $100万的快乐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请快拨以下的电话08008787参加这个课程。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程式学习心得。那别忘了也要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